亲爱的，我是 Coco，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我会加油。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在努力努力，嗯，想念你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爱你爱你。李玟去世了，就在他发这段语音之后不久，他选择了轻生。消息最早是7月5号传出来的，当时网上有很多传言说，李玟当时正在自己母亲家，中午吃完饭之后，他去洗澡，洗澡的过程中，他突然用指甲剪割脉自杀。或许割脉完之后他就后悔了，又从浴室里冲了出来。家人看到之后非常震惊就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李玟的心脏就已经停止了跳动。到了医院抢救了3天，这中间李玟一度还恢复了意识，但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他的生命。他的妹妹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否定了前一种说法，他说李玟不是割脉自杀的，他的死因呢，最终医生会公布，也希望大家不要随意揣测李玟的具体的死因这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但是他在采访的时候披露了另外2个信息。第一，李玟在去世之前的半年得了乳腺癌，但是这个乳腺癌没有转移，也做了手术，手术的效果也不错。第二，就是李玟多年以来就饱受抑郁症的摧残。他在去世之前的1周他的妹妹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就是给李玟发信息的时候，他就回得很慢。说句心里话，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为什么呢？因为李玟的公众形象跟他最终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实在是相差太大了。你想，第一点，李玟是华人女歌手中间最具国际化的。你想，她登上过 NBA， 登上过奥斯卡在两岸3地都有巨大的市场。如果不能说是最成功的，也算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李玟在舞台上永远呈上的都是那种活力四射、奔放热情的一个形象我曾经在网上看过她的演唱会非常能够感染人，也非常能够打动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歌声去感染别人，给别人积极的乐观的情绪的人，最终自己却被抑郁症所击倒，并且用这种方式离开人世，确实让人觉得反差非常大。你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放的那段录音，那个录音据说就是7月2号李玟录下的。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玟在录下这段录音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人世了。但是你看那段录音了吗？他还在说给自己加油，还在感谢粉丝对他的支持。我会加油。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在努力努力。所以这里头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就是他一方面他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他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呈现的永远是那样一种非常正面的形象，非常积极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大家都在看，为什么73分的有第2次机会，88.3的没有第2次机会，这个公道吗？但其实在他的内心里头可能有一个角落实际上他非常的脆弱。就在他去世之后我在网上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多年之前国内有一个叫什么好声音的节目中间请来了一对流浪歌手。时光慢些吧，不要让你变老了。我也用这个流浪歌手他自己的父亲得了癌症，然后呢，他为他得癌症的父亲写了一首歌。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他在演唱的过程中间，李玟在舞台上就不停地在擦拭眼泪。长大了，感谢一路上有你。
谢谢。对不起，不好意思，让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小没有爸爸的人，所以我们很难过，也希望你不要失去父亲。风寒呢就离开了人世，所以他出生之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母亲呢把他们3姐妹啊一直养大成人，所以在李玟的世界里头啊，父亲这个词可能就是他心灵最柔软的部分吧。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啊，我就在想啊，无论多么成功的人，无论多么快乐的人，可能在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里头啊，都有那个难以被一般人所察觉的柔软的那一面，脆弱的那一面。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正确的面对这一切啊，很有可能啊就会被抑郁症所击倒。所以啊，今天啊就着李玟去世的这么一个事件啊，我也来聊一聊啊抑郁症这个话题。抑郁症啊，应该说啊，就是在这个病的过程中间，常常有2种错误的观念。第一种呢，就是人们觉得这个病啊非常非常危险啊，觉得是精神类疾病嘛，没有办法跟他进行正常沟通。第二呢，就常常会忽视，觉得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呢，可能仅仅就是一个情绪管理失当，所以呢，使得抑郁症难以得到正确的治疗或者及时的治疗。现在有数据统计啊，中国啊，就是有抑郁症的人大概有9800万，差不多将近1亿人口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人口基数。而我自己啊，无论是采访啊，包括我自己在生活中啊，都跟抑郁症的患者啊有过非常深的交往，所以我今天就来聊一聊啊我自己的经历啊。首先，我采访过抑郁症的患者，这个患者是谁呢？就是崔永元。崔永元啊，是中国内地应该说在公众人物中间第一个披露自己是抑郁症患者的人。他在接受别人采访过程中间，他说当年可能是因为实话实说的节目收视率下降啊，然后呢他觉得压力比较大，慢慢就抑郁了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归因对不对啊。后来我在离开中央电视台之后啊，我就请他做我的节目的嘉宾。当时他也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啊，我们在中央台的时候是同事，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啊，平时还经常见面，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彼此来采访啊。但是我离开了央视之后呢，办了一个节目叫《局面》，就专门采访一些名人呢，也包括新闻当事人。而小崔离开了央视之后呢，他在网上是一个意见领袖大 V 啊，当时他在新浪微博的那个影响力非常之大，那比我大。他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公共事件，他一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各个部门的人都非常紧张啊。我就想采访他。我们当时对他的采访还是在辽宁的一个地方采的，一采了1个晚上，采了7、8个小时吧，从晚上一直采访到天亮。采访的内容呢，主要有3部分啊，一部分就是小崔啊一直在反对转基因嘛，啊，他就讲他为什么反对转基因跟方舟子之间的这种恩怨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在网上的这些活动，他就参与这个公共事件里头替别人来说话呀，怼这些政府机关呐等等啊。最后一部分讲的就是他患抑郁症的经历啊，他就给我讲他的抑郁症主要有2个方面的这个表现。第一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吃什么安眠药都不管用，所以他一般来说睡觉都是早上5、6点钟才能睡着。别人早上睡着以后，他无所事事，他要么就是上网，要么呢他就自己在房间里瞎琢磨。他说：“你说半夜3更的给别人打电话也不合适，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经常会萌发自杀的这种想法。就在这一次啊，李玟去世之后，他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这个朋友圈就讲过，他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尤其是抑郁症的患者，其实死亡本身未见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他就像在熟睡中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说，在这个世界中间，有些人的离去啊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武汉的那个妈妈跳楼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对于他们这批人来说，这个世界中间，他们注定就是只要活一段，
然后呢就吃药，然后就是起飞。看完了这段他的那个留言啊，我当时看了也不是特别有滋味啊，因为他在跟我采访的时候就讲，他真的是自杀过好几次，他自己后来也讲过，好像是6次还是7次啊。就去年的时候，他当时自杀的那一次啊，在国内他住院都住院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当时他的死对头方舟子啊，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张他在医院里头那个病历的检查报告单，然后方舟子还把它披露到网上啊，幸灾乐祸。我说方舟子这个人是人渣呀，知道吧？你从那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你跟崔永元，你就是再有分歧啊，那崔永元因为某种因素要自杀住院，身体非常不好，你这时候你第一不应该披露人家在网上的这些信息。第二，你不应该表露出那种幸灾乐祸嘛，是吧？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品格，你就要看他怎么对待他自己的敌人。如果他对他自己敌人过程中间，他没有表现出那种普世的正常的同理之心，那这个人呢，他本性就不是一个善良之辈。方舟子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他内心是没有同理心的。所以啊，崔永元就给我讲，他有很多次就是自杀，不想活了。所以跟医生在沟通的过程中，他就给我讲，再一个医生怎么去开导他，然后吃药进行治疗。要知道他当时公布自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嘛，当时很多人也不太了解这个疾病啊，很多人也不解呀，就是崔永元这样的一个人，你有什么可抑郁的，是吧？你这么成功，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然后呢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持人。同时呢，小崔还有一点，你如果平时跟他聊天啊，也包括采访的时候，他非常之幽默啊，就是他那种幽默，我觉得都是那种神来之笔啊。但是你看，这种幽默的人，他自己呢，在面对这个自己的时候，他却体现的那种悲观厌世的那种态度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后来我也曾经请教过那些心理医生啊。他讲的这个抑郁症啊，有2种成因，一种成因呢是叫内因性的抑郁症。所谓内因性的抑郁症啊，跟你这个外界的环境啊，或者跟你自己的境遇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看起来非常之成功，非常多的钱，然后呢家庭也非常和睦美满，但是呢，他就是抑郁，没有什么外界的因素对他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是外因型抑郁症，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压力过大呀，或者是环境突然发生变化了呀，那么导致一个人呢就是心理失衡，最终导致了抑郁症。那么这2种抑郁症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啊如此之不同，所以你就可以解释啊，就是有些人在生活中在别人看来非常之成功，但是呢他自己的内心里头却非常之脆弱啊。就是大连万达这个房地产怎么对待钉子户的？这个，因为我们以德服人，啊，不太好弄，反正。这个最近几年啊，拆迁户的利益保护的要比5年以前要明显的好转。首先取消了强制拆迁，所以这个不走也不行啊，不走晚上有人往里扔砖头。哎，对，那就是可以。对，你说这种。讲完小崔的故事啊，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的家人中间有2位啊，应该是有抑郁症，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呢是另外一位亲人啊。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跟这些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过程啊，真的非常痛苦，当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啊。我的母亲呢，心地非常善良，我过去写文章也曾经讲过。当年我第1年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上啊，我父亲当时曾经想让我去读一个专科学校，但我母亲当时就鼓励我再复读1年，考上一所好大学。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就上个世纪50年代，她曾经得过神经官能症。当时可能是因为自己家里的成分不太好，而国内的政治气氛又比较浓嘛，在我父亲出差的时候，再回到家里头，他的精神就已经不太对了，就把家里头那些储蓄券啊，就是银行的存款呢，凭证都给烧掉了。那个年代啊，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药物治疗啊，我父亲就陪他去公园散心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母亲啊脾气不是特别好，她一旦要是陷入到某种精神状态之后啊，就很难再出来了。比如说一般人生气啊，他生气了之后劝一劝就好了，
但是我母亲一旦要是陷入到那种状态，她就不吃不喝，然后呢，她就用这种情绪折磨其他人。我小的时候啊，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总是要趴窗户看看，看什么呢？看家里的父亲和母亲有没有吵架。因为如果父亲和母亲吵架的话，家里的就会那种气氛非常压抑，我就不敢回家，我就会躲在旁边的一个地方啊，一直等到天黑了，然后呢再悄悄的回家。而我母亲那个时候，我稍大一点的时候，也经常会跟我发生冲突啊。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因为一点琐事啊，她还跟我发生冲突之后，就会非常生气。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全家人都会来哀求我说，我一定要给我母亲赔礼道歉。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太懂事儿啊，就有的时候不愿意赔礼道歉。那个时候就常常让一家人春节都过不好。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我母亲那是病。是一种精神类疾病。我母亲跟我一起在北京生活了10年，在她生命的最后7、8年呢，她在洛阳跟我姐姐啊一起生活。有一次我姐姐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回来一趟。她说为什么呢？她说现在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就咱们的妈妈呢很难正常沟通，因为她随着年纪大了之后，她变得越来越固执啊，还有一些幻听，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我呢就回到了洛阳，我姐姐就问我怎么办。最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乔装打扮成我姐姐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要想请我妈妈去医院看病啊，她不会去，她认为她没有病，所以她对那个到医院看病啊，她非常抗拒。这其实也是抑郁症也好，包括精神类疾病也好啊，求医就诊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难题。有很多这些抑郁症的患者，包括像这种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他不认为自己有病，或者有些抑郁症的患者，他觉得自己有病，但他回避，他不愿意去医院看病。所以呢，你首先让他能看病都是第一关。后来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医生，乔装打扮成我姐姐的朋友到家里来观察我母亲。他来了之后呢，看完之后他说是阿兹海默症，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得过神经官能症嘛，他说这也没什么办法，就给开了一些药，就只能吃药物。但是药怎么吃啊，也变得非常麻烦，因为你让我母亲吃这个药，她也不吃啊。最后我跟我姐姐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药啊弄碎了之后，掺到平时每天早上给我母亲吃的那个稀饭里，让她吃。那药物吃完之后啊，确实情绪平复了很多，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得不是特别好了。所以我跟我姐姐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们心里头也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内疚，就确实吃了药之后啊，她不怎么闹腾了，但是从此之后啊，我母亲呢，她也会变得比较萎靡，就最后的2、3年，我母亲就是在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下度过的啊。我的另外一位亲人呢，在北京时期呢，他也是有这个抑郁症。当时一开始也不知道，但是后来知道的时候，发现他也是情绪非常难以控制啊。一旦要是进入到那种状态之后呢，比如说也会有自杀的倾向啊，也会有这个，比如说就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那种状态啊，很难进行正常沟通。后来我们也是在北京啊找了很多家医院去看啊，做不停的心理疏导，最后呢吃药物啊，慢慢的调整啊。我们新闻调查节目啊，曾经做过抑郁症的这个节目啊。我自己曾经跟我自己的同事曾经交流过，说当时我看那期节目的时候啊，我虽然觉得节目做得很好，但是还无法体会啊，一个抑郁症患者，也包括抑郁症患者的家属啊所遭受的苦难。但是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让我觉得啊，无论是抑郁症的患者，还是抑郁症患者的家属来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折磨。因为精神类疾病啊，跟这个其他的疾病还不太一样。因为精神类疾病它所带来的那种外延性的效果，它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比如说他很难跟其他人进行沟通，他会把这些情绪传染给其他人，让其他人不停地为他那种状态担心。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全社会啊，对精神类疾病，也包括这种抑郁症的患者啊，真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就是我们得正视这个疾病，因为有些人啊，有了这个疾病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只是情绪不好，只是说
自己的情绪控制的没有那么优秀啊，并不是一种疾病。很多人并不觉得抑郁症是个疾病，尤其是很多抑郁症患者自己都不觉得。其次呢，就是有些人得了这个疾病呢，觉得好像是挺羞于承认的，因为觉得这种疾病跟其他的病不一样嘛，也更不愿意去就医啊。这个社会中间对抑郁症的患者也充满着一些偏见和歧视。所以啊，我为什么觉得崔永元很了不起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勇于承认自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受到抑郁症的摧残。事实上啊，只有我们全社会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疾病的危害啊，才能让更多的人从抑郁症的这种疾病中间摆脱出来。最后啊，我也希望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啊都能够接受积极的治疗。事实上，现在对治疗抑郁症啊有很多方法，有药物啊，有物理的方法，也包括心理疏导啊。抑郁症的医生跟我讲啊，他说只要是接受正规的治疗，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能得到痊愈。其实真正抑郁症的敌人不是抑郁症本身，而是我们对抑郁症的偏见和忽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轻松，然后觉得自己的表现我自己蛮满意的，希望可以为中国人争光。那我觉得今天表现得还不错，谢谢。大家都在看，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88.3的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个公道吗？今天是个非常漂亮的一天呢，大晴天，然后有一个很棒、很特别的一个。Warrior baby， 战士，女战士。我会加油。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在努力。